我曾经救助过一个农村孕妇，见她无亲无故，便安排到了我的公司里面当保洁。在与相爱多年的女友筹备婚礼时，柳如烟挺着大肚子出现，一个劲的喊我老公，还说要给我生一大堆猴子。我立即训斥柳如烟不要乱说话，她一改往日的唯唯诺诺，对着我面目狰狞的大吼：我一个快50的老女人，为了你不惜当高龄产妇，你却为了新欢抛弃我。你如果敢与这个小贱人结婚，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终生。我一开始只是将柳如烟的话当成了她的无能狂怒，几天后，柳如烟却带着6胞胎出现在了我与女友的结婚现场，还拿出了一份 DNA 与我相同达99.9%的报告单。女友因为被一群人骂小三，抑郁之下服下大量安眠药自杀。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我则被迫留在柳如烟身边当牛做马。柳如烟后来得知我这些年一直在暗自调查当年那件事，她一怒之下直接用被子活活闷死了我。庄必凡，你活该为了老娘的6个儿子当一辈子的牛马，你这辈子也永远别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再次睁眼回到了与柳如烟相遇的那一天。庄总裁，求你救救我！一个挺着锅底般大肚子的大龄孕妇半蹲在地上，死死抱住了我的双腿。重生后的我依然想不明白，她是怎么在认识了我短短几天内给我生下的6个儿子。上一世我连续做了3次检测，每次都证明6个儿子就是我的血脉。难道这个老女人懂巫术，会下降头？我如果不救她，不与她发生任何形式的接触，她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就不会变成我的儿子了？你放开我，我的老婆快生了，如果不尽快拿钱去医院，会出大事。你说谎，你根本就没有结婚，又哪里有什么老婆？你以后的老婆只会是我，也只能是我。柳如烟的话让我不由自主打了一个冷战。原来她与我相见之前就已经对我极其了解，也许从柳如烟在向我求救之前的一刻开始，就已经打定主意将我当成养育她一家人的牛马。谁说我没有老婆？我是隐婚的，孩子都早已经有了。我跟你素不相识，与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压制住自己内心惊涛骇浪般的震惊，故作平静地推开了柳如烟，转身朝着公司大楼走去。柳如烟眼中先是闪过了一丝怨毒之色，她很快又追上来，再次截住了我的去路。你是一个爱心企业家，每年都会捐出一大笔钱做慈善，如今一群恶棍不断地纠缠我，还要活活打死我，正是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如果置之不理，便是害死我与肚子里孩子的凶手。大街上并不只是我一个人，柳如烟却直奔我而来，这让我更加确信了一件事：柳如烟想让肚子里的一大堆孩子跟我生物基因几乎完全一样，一定是靠接近我才能做到，要不然她不会只对我一个人求救，并费尽心血地接近我。想明白了这一点，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呵呵，我就算是做善事，也要先顾自己的女人，而不是帮助外人。这时5、6个彪形大汉追了过来，为首的光头面目狰狞地逼迫柳如烟还2万块钱的赌债，如果不拿钱，便将她活活打死。柳如烟更加卑微地哀求救她一命，并说将来一定结草衔环报答我的大恩。区区几万块，我是不当回事，可一旦救了柳如烟，我的这一生便会被她给彻底毁了。我假装没有听到柳如烟的哀求，还淡定地抬头看天，欣赏着天空中极其有美感的大片白云。一个大妈看不下去了，对着我不断地指责：我说小伙子，别人都向你求救了，你却不管不顾。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我劝你善良一点。一个正在跑步的大爷说：你太冷血无情了，不配当男人。我对着周围人说道：你们一个个都这样好心，可以自己掏钱替柳如烟还赌债，也可以将那些殴打她的人赶走。逼债与殴打柳如烟的人又不是我，我不管这件事是冷血，你们在这里围观却不施以援手，又算是什么？大部分人语塞，不过还是有一部人强行为自己洗白。我们又不像你这样是有钱的大老板，拿出几万块不当回事。我如果有钱，还用得着你出面救人？我不想与柳如烟纠缠太久，万一与她接触久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再次变成我的儿子该怎么办？于是我拿出2万块丢给了靠得最近的一个大妈。我可以出钱救人，却不想与这个女人发生任何联系。这2万块钱就当我送给你的，你现在已经有2万块钱了，可以拿这笔钱救人了。不可以！我的话落下，拿着我钱的大妈还没有说话，柳如烟已经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柳如烟的剧烈反应让我隐约感觉到自己一开始的猜测都是对的，那就是我与她过多接触会让她肚子里的孩子变得与我血缘相通。虽然这种事听起来一点也不符合逻辑，周围人也觉得柳如烟的反应有些不正常。你们也都看到了，不是我不愿意拿钱救人，而是这个老女人毛病太多，我这才选择了置身事外。这笔钱她既然不要，我便收回了。我拿回刚才丢出去的钱，转身朝着公司的大门走去。柳如烟显然不甘心放我离开，她想追赶我，却被几个彪形大汉拦下，并对着她一顿胖揍。庄必凡，你逃避属于自己的责任，我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你的。这一世我并没有救她，不知道曾经的宿命是不是已经改变了。下午让我毛骨悚然的事情发生了，柳如烟出现在了我的公司大厅里面，身上还穿着跟上一世一样的保洁服。我根本没有像上一世那样帮助柳如烟，也没有将她招收到公司里面来。柳如烟又是怎么进了我的公司的？我对着一位公司负责人不断的大吼，质问她为什么招收这个年近50的孕妇来公司。必凡，这件事不怪李经理，是我看着这个阿姨太可怜，才在外面替她解了围，又见到她没有工作，便让她来公司里当一名保洁员，以便挣点钱养活自己。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走了过来，对着我不断的耐心解释，楚生是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我主动邀请他加入了我的公司当总经理，还赠送给了公司10%的干股给他。哪怕世上所有人坑我，受我厚恩的楚生都绝不该做出任何背叛我的事情，要不然他便是一头毫无人性的畜生。也许楚生只是看着柳如烟可怜，这才出面帮助他。柳如烟，你可以留在我的公司，却不能靠近我的办公室，也不能主动接近我，要不然我便立即开除你。他前脚刚离开，我便安排人在办公室与各个角落中安装了大量的监控，以便查清楚即将临盆的柳如烟是怎么将她肚子里的小孩变成我的儿子的。在我弄好了一切惬意的喝茶时，女友过来了，看着女友活色生香的艳丽模样，我的心中一阵火热，随即我将她拉入了怀里，开始不断的动手动脚。大坏蛋，你干什么？现在可是大白天呀！1个多小时后，办公室里终于风平浪静，我拥着满脸红晕的女友，脸上满是幸福的表情。当我的目光落在不远处垃圾箱里放着的一只用过的袋的时候，身体猛地震了一下，心中更是隐隐捕捉到了一些事。柳如烟上
上一世是我公司的保洁员，经常来我的办公室里打扫卫生。上一世妍妍过来的时候，我好几次情不自禁之下，在办公室里与她深入交流过。事后就是柳如烟收拾的垃圾箱，难不成她动了垃圾箱里我用过的袋，这才生出了怀着我血脉的孩子？想清楚了前因后果后，我将这一切如实告诉了女友。女友的俏脸上满是不相信的表情。不会吧，世上会有这样恶毒的女人？你见柳如烟可怜，于是主动替她还赌债，还给了她一份安身立命的工作，也算是对她有大恩了。她不但不思报恩，还用这样恶毒的手段对付你。世上真有这样恶毒的女人吗？我呵呵一笑，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我们都是善良的人，根本不知道恶毒的人心肠有多狠。我已经安装了足够多的监控，很快就可以揭开真相。不多时，我与女友果然在监控中见到了鬼鬼祟祟的柳如烟。她东张西望了半天，伸手拿出了垃圾箱里的袋，一脸鬼笑着走向了不远处的卫生间。由于角度的问题，摄像头并没有拍摄到卫生间里的柳如烟在干什么。我与女友却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声音，女友面红耳赤，这个阿姨真不要脸，都快生孩子的人了，竟然拿着我们用过的东西做这样恶心的事情。我呵呵一笑，认为自己终于调查清楚了上一世柳如烟生下一大堆孩子的真相。她在怀孕9个月后拿到了我的精子，按理说根本无法让我成为她肚子里孩子的父亲，也说不定她懂得什么邪法，使得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随后发生的事情更加让我与女友瞪目瞪口呆。跟我关系好的犹如亲兄弟般的楚生出现了，他与柳如烟竟然十分娴熟。事情办妥了吗？你有把握在几天后生下庄必凡的孩子吗？当然了，世上还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等到柳大姐生下孩子，就可以以庄必凡出轨为名拿下她的公司，让她净身出户。你许诺给我30%的股份，到时候可不能不作数。我被眼前的一幕惊到了，我最好的兄弟，他竟然在背后这样害我。直到女友的手伸过来，朝我投来安慰的目光，我这才渐渐平息了内心的怒火。我们暂时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柳如烟拿到的袋中根本就不是我的精子，而只是一些过期的果冻，这样她就无法生下带有我血脉的孩子。等到柳如烟生了孩子，找上门来闹事的时候，我们再揭露真相，让这对狗男女身败名裂。女友也赞同我的主意。在我打算关掉监控的时候，柳如烟突然回过了头，对着观看视频的我露出了一个邪魅的笑容。这个诡异的笑容，就仿佛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我的心中涌起了一种十分不舒服的感觉，隐隐觉得自己似乎忽略了什么，却偏偏又想不到这件事究竟哪里出现了纰漏。1周后，柳如烟推着6个嗷嗷待乳的婴儿来到了我的公司。他一露面，便将一份 DNA 检测报告甩在了我的面前。见到柳如烟气势汹汹的模样，公司里无数员工议论纷纷。这些天，柳如烟没少来公司，见人就说我搞大了她的肚子，而后对她不管不顾，是个负心汉一类的话。一开始，公司是没有多少人相信这种事，现在柳如烟一过来，便拿着检定证书四处炫耀。你们过去总是不肯相信我的话，我为庄必凡生的6个儿子已经带过来了，亲子鉴定报告也一起拿过来了，这下看你们怎么说。楚生伸手拿起桌子上的报告单，看了几眼后，假装惊讶地说道：“还真是，必凡与柳大姐6个儿子的检验报告上面清清楚楚写着双方的相似度达到了99.9%。有这份报告，基本上可以确认柳大姐的6个儿子父亲是必凡无疑了。这些天，我从来没有与柳如烟接触过，为什么柳如烟还可以生下与我血脉相同的一大群儿子？噩耗来得太突然，以至于我整个人都彻底懵了。女友也没想到事情会突然出现这样大的翻转，她拿着检验单反复看了好几遍，气呼呼地说道：“仅仅看化验单，的确可以证明必凡与你的这些儿子有血缘关系。可是谁又知道化验单不是你自己私下批出来的？小妹妹，你如果不相信这份报告，可以拿庄必凡的头发与我的儿子重新做检测。不过我劝你还是不要多此一举，因为无论做多少次，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柳如烟脸上的自信模样，让我心中更加百思不得其解。身体没接触，物品没接触，我们也没有单独见过面，为什么这一世的结果还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趁着周围人不注意，柳如烟悄悄将嘴巴凑到了我的耳边。你认为我不知道这些天来你一直都在监视我吗？既然你想玩游戏，我就陪着你玩，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最终的结果依然都是一样的。我劝你老老实实当我的丈夫，并努力为我们的6个儿子赚奶粉钱，要不然有你的苦头吃。你祖上家丁稀少，至少6代单传，我一下子给你生了6个儿子，也算是为你们庄家开枝散叶的大功臣了。你现在子孙满堂，就偷偷的乐吧。我还偷偷乐，此时我死掉的心都有。有一点我还是无法理解，柳如烟显然早就知道我在用监控监视她，于是故意跟我演戏。她生下6个跟我血脉一样的孩子，根本不是依靠我与女友欢乐时留下的代，因此她又是怎么生下怀有我血脉孩子的？这个问题如果不想明白，这一世我还会败给柳如烟。上一世的噩梦，我绝不想再重温。柳如烟，你够了！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让这些小孩子跟我的血脉一样，但是我绝不会跟你结婚，更不会给你养孩子，你就彻底死了这个心吧。呵呵，骂我是渣男，我还就是渣了，反正我永远不会跟你这个老太婆在一起，更不会跟你在一起过牛马不如的日子。柳如烟早就料到了我的反应，她拿出手机开始直播，标题赫然写着海城新贵搞大了农村阿姨的肚子，却因为新欢抛弃自己的6个儿子，堪称现代陈世美。这个视频直接冲到了热搜头条，观看视频的人很快达到了100多万，无数来自当地的正义粉丝冲破门口保安的阻拦，来到了我的公司大厅。视频上的那个负心汉在哪里？给我站出来！我绝不打死你！老阿姨这么大年龄了，依然冒着生命危险给你生了6个大胖小子，你竟然要狠心的抛弃他！如果你不回心转意，便让你尝尝老子铁拳的滋味。还有那个叫花小妍的小三，赶快出来，让你在网上好好曝光一下，看你以后有没有脸做人。楚生嫌事情不够大，故意在一大群人的面前不断的添油加醋。庄必凡一向私生活不检点，没想到这一次连50岁的阿姨都不放过，还在这位阿姨生了6个儿子后将她抛弃，简直就是毫无人性。就算庄必凡是我的好兄弟与多年的同学，如今做出这样丧尽天良的事情，我依然不会站在他这一边。我看着楚生冷冷问道：“你在多天之前就已经不站在我这一边了？我已经在监控中看到了一切，我
我想知道的是，这些年来我一直将你当成亲兄弟，你却为什么这样对待我？楚生咬牙切齿地说道。当初在学校，我们是一样的社会底层，一起被人瞧不起，一起像个牛马一般四处奔波。短短几年，你成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我却多次生意失败，长期过着狼狈如狗的生活。我们过去在学校都那么狼狈，凭什么你却可以做人上人，还谈花小妍那样的漂亮女朋友，我却什么都没有，还要依靠你的施舍才能度日？我终于明白了楚生对我的敌意来自哪里。网上有句俗话，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原来这些事都是真的。楚生这些年之所以活得像个人样，完全来自我的提携。他因为嫉妒，便如此对待自己的老朋友与恩人，本性有多坏可想而知。在我对楚生怒目而视的时刻，一大群粉丝认出了我，冲过来对着我不断的拳踢，还有几个女粉丝上前揭起女友的衣服，给了女友好几个耳光。看到女友被殴打，热血一下子涌上了我的脑门，瞬间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使得我推开了围住我的几个壮汉，并快速冲到女友身边，将她护在了身后。我挡在女友面前奋力反抗，依然多次被他们打倒在地。女友看到我凄惨的模样，泣不成声。你们别打了，我不是小三，毕凡也不是渣男，只要你们放过毕凡，我情愿让毕凡跟柳阿姨在一起。我艰难地转过头，对着女友说道：“妍妍，你相信我爱你，从来没有背叛过你吗？”我相信你，你如果不爱我，也不会如此奋不顾身。就是因为我相信你，才不想让你受到伤害。女友这话让我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时柳如烟跑出来当好人，说我再怎么不对，也都是他6个孩子的爹。我如果死了，6个孩子便会在单亲家庭中长大。柳如烟这话将楚生气得面无人色。按照他们的约定，应该是将我净身出户赶出公司，而不是让我留下来。周围的粉丝停下手之后，我艰难地走向了柳如烟。柳如烟得意地笑了，一张臃肿的老脸就像舒展开的橘子皮。柳如烟，我知道你根本不会巫术，也不会下降头，因此你并不是使用邪法，让你肚子里的孩子变成了我的骨血。这里面其实另有其他隐情。庄必凡，你说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柳如烟的神色明显慌了一下，她随即又故作镇定，观察到柳如烟的反应，这更加确信了我心中一开始的猜测。我并没有直接回答柳如烟的话，而是说道：“给我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我会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交代。你放心，1个月后，我绝不会做出违背社会公良的事情。如果那时依然证明这些孩子是我的，我愿意对你负责。”柳如烟听了这话，陷入了沉思。楚生却一个劲的大叫，说这是我的缓兵之计，让柳如烟不要上当。柳如烟最终却点了点头。我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等到1个月后，我会带着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嫁给你。柳大姐，你不能这样做，庄必凡这是在故意欺骗你。楚生再次气急败坏地跑出来阻止。我冷冷说道：“没想到我的这个兄弟对你的影响力这么大。我这样说是为了故意挑拨柳如烟与楚生之间的关系。”听了我的话，柳如烟发出了一声不悦的冷哼，似乎是感冒了。随后的许多天，我一直与女友在一起。我们去了国内很多适合恋人游玩的地方，在无数的旅游景点尽情的甜蜜，也做了无数热恋中的男女经常做的那些事。毕凡，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我与孩子会一直支持你的。孩子，你已经有了我的孩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头几天的事，我已经很多天没有来红市了，于是悄悄测了一下，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了。得知女友怀了我的孩子，我将她柔软芳香的身体抱得更紧。为了女友，为了我们以后的孩子可以在阳光下快乐的生活，我一定可以打败柳如烟，夺回属于我们的一切。在我与女友四处旅游的这段时间，楚生与柳如烟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一来柳如烟没有按照约定将我赶出公司，二来柳如烟并没有兑现承诺，给楚生大量的股份。他利用直播间的大量粉丝污蔑楚生，最终反将楚生赶出了公司。楚生还被打断了4肢，割了舌头，扔在街头，成了一个可怜的乞丐。我再次回到公司的时候，柳如烟与楚生之间的争斗早已经尘埃落定。看着我回来，柳如烟的老脸上满是浓郁的笑容。老公，我已经给了你1个月的时间，让你与花小妍那个小姑娘尽情的玩耍。你玩了她那么久，也该玩腻了，并且该收一下心，回家帮我照顾一大群孩子了。最后的这几天，看到柳如烟对我的监控减弱，便悄悄联系上了一个私人侦探，让他暗中调查柳如烟。拿到私人侦探的大量资料，我终于明白了柳如烟为什么会坐牢几十年，她的6个孩子为什么与我的 DNA 完全一起。柳如烟也早有准备，找来了上百个支持她的铁粉当后盾。柳如烟，你看清楚了，我不但与你的6个儿子 DNA 相似，甚至与女友的 DNA 也达到了99.9%。我又随即找了一大堆路人检测过之后，也证明我与他们的 DNA 与我相似。难道说包括我女友在内的所有人，他们都是我的孩子吗？随着我开口，柳如烟的粉丝之中有几个人站了出来，他们纷纷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自己也私下与我做了 DNA 检测，一切跟我说的完全一样。你们别信庄必凡的话，他是为了逃避责任，这才故意诬陷我。他拿的那些资料也都是假的，这几个人也不是我的真粉丝，而是黑粉，这才帮着庄必凡一起诬陷我。柳如烟虽然在辩解，我却看到了她眼神之中透出的深深绝望。也到了解开一切真相的时候了。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就会明白柳如烟生下的那些孩子为什么与我 DNA 一致了。柳如烟虽然想阻止，却被我公司的几个保安给牢牢摁在了地上。视频中最先出现的是我与柳如烟在一起的众多画面，我们姿态亲密，宛如一对恋人。庄必凡果然出轨叶阿姨了。不对，视频中的柳如烟也就20多岁，那时候庄必凡还没有出生。画面上的男人虽然与庄必凡长得一模一样，他们年龄却相差极大，绝不会是同一个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世上怎么会有长得完全一模一样的2个人，几乎比双胞胎还像？随着画面继续，谜底一步步揭开。20多年前的柳如烟是一个颇有资产的农民企业家，她虽然长相一般，因为有钱加上能力极强，找了一个极其帅气的大学生男友。随着事业越做越大，柳如烟对男友的控制欲也变得越来越强，最后连男友的卧室里都装了监控，对男友的控制更是达到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地步。男友不堪柳如烟的变态行为，在一个清晨割腕自杀。老公，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你哪怕死了，我依然会让你活过来，我们一生一世永不分离。柳如烟后来用全部的钱搞生物实验，并用克隆复制技术
术培育了一个婴儿，而我就是那个婴儿，才与柳如烟的丈夫长得一模一样。柳如烟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最终被判了几10年，这也是柳如烟出狱后一直纠缠我的原因。至于为什么我与柳如烟生下的孩子 DNA 完全一致，也是因为我是克隆复制人，在检测的时候会发生某些改变，与几乎所有检测的人类 DNA 都极其接近。原来这才是事情的真相。这个老太婆也太变态了吧！庄先生就算是克隆体，依然与柳如烟的丈夫没有半点关系，她强行赖上庄先生，让庄先生为她养孩子，简直就是臭不要脸。柳如烟彻底崩溃了。庄必凡，我制造出了你，你却让我名誉扫地，你的心肠为什么这样狠毒？我能来到这个世界，虽然是因为你，这却不能成为你摆布我一生的理由。现在已经能够证明你的孩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以后我们也没必要见面了。柳如烟的孩子不是我的，而是他在监狱里被一个黑老大搞大了肚子，我也没有必要对外揭露这些事。女友喜极而泣，扑到了我的怀里，不顾周围人看着，不断的送上热吻，接受他，接受他。柳如烟的那些粉丝们为了表示自己的歉意，纷纷祝福起了我与女友。几天后，我与女友大婚，不但我的老朋友们都来了，无数柳如烟的粉丝也纷纷赶过来祝贺。躲在暗中的柳如烟打算用硫酸泼女友的脸，却被婚礼上的人制止。争执之下，柳如烟手里的硫酸反而泼到了自己的脸上身上，还没有到医院就死了。她6个嗷嗷待哺的儿子，后来被我安排人送到了孤儿院。做完这一切，我转过身，走向了身披婚纱的女友，去迎接我一直期待的美丽生活。妍妍，我要一辈子都记住你最美时候的样子。